如果你还在按上周的价格跑 Agent 任务，这次 GPT 5.6 Luna 的更新会让你肉疼，它的输入成本直接干到了 0.20美元每百万 token。这是什么概念？Claude 海库 4.5 的1/5，连 Gemini 3.1 Flashlight 的地板价都被它踩下去了。Luna 现在的定价直接倒逼整个行业重新算账，它是目前同级模型里当之无愧的价格屠夫，直接把 Gemini Flashlight 的底价又往下压了一截账。就这么简单，想压成本的开发者几乎没得选，这不是纸上谈兵。开发者 Simon Willison 维护的 demo 站点 agent.dataset.io 原本一直跑在 Gemini 3.1 Flashlight 上，但这次更新后，他为了更极致的成本控制，毫不犹豫地完成了迁移。这是你频道讲的第5期 GPT 系列了。从年初的长上下文竞赛到这次 5.6 版本的发布，方向变了。OpenAI 的重心已经从单纯堆参数转向了系统级的自我压榨。这次最大的卖点不是模型变聪明了，而是 Soul 模型学会了自己写代码。它直接重写了 Triton 和 Gluon 内核，把以前程序员手写 CUDA 的苦力活接管了。这就是 AI 进化的新阶段，自己优化自己的肌肉。为什么要花大代价让模型自己优化内核？看那个瀑布图就懂了。通过消除冗余的内存同步，他们把整体服务成本压低了 20%， 这就是真正的技术红利，把没用的算力损耗全剔除了。如果你对延迟极端敏感， Soul Fast 的模式能给你 2.5 倍的速度提升，但代价是价格翻倍。有人担心这会牺牲智力，但本质上这是 OpenAI 把算力调度权交给了你。就这一步， Notion 的实测数据最有说服力。 Terra 在这套内核加持下，任务延迟直接砍掉 60%， 这对于企业级应用来说，不是简单的提速，是生产力跃迁。这不仅仅是性能优化，这是模型作为优化器的新范式。当对手还在手工调算子时， OpenAI 已经在让模型自己迭代基础设施了。这道护城河，对手很难跨过去。 Luna 这么搞，其实是把小模型竞争推向了成本出清的周期。以后那些没法通过自我优化降低推理成本的小模型，可能连入场券都拿不到了。当然，这里也有隐忧， AI 自动生成的内核真的在所有边缘 case 下都稳吗？这种追求极端效率的训练闭环，会不会产生性能过拟合？这值得深思。 Luna 敢降 80%， 很多人怀疑这是不是被竞争对手逼的。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他们的推理算力成本已经到了一个极具统治力的临界点。没别的，现在该选哪个？对延迟敏感的 Agent 的业务直接切 Fast 模式，中等复杂度的常规生产任务 Luna 绝对是目前的版本答案。社区里现在吵得很凶，有人说这是技术进步的红利，也有人说这是面对竞争时的被动防守。无论哪种，对你开发者来说，低成本调用就是实实在在的好处。结论很明确， AI 推理已经进入了自我演进的新纪元。这场仗以后看的不仅是模型谁更聪明，更是谁的底层内核进化得更快。